说到悟空这两个字，大家可能首先会在脑海当中跳出来的就是中国古典名著《西游记》里面无所不能的美猴王孙悟空。他大闹天宫，他降妖除魔，他忠诚善良，是正义不畏强权、勇敢坚强的化身。但咱们今天不完全聊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孙悟空，我们来通过悟空聊聊悟空这两个字背后的源自中华文化的丰富含义。所谓悟空，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呢，就是一切事物都是如梦如幻，变化无常的。人生的无常需要我们去体会。首先，悟和空其中大有乾坤，空是智慧，悟是人生。有句话说，鸿蒙初辟本无性，打破冥顽虚悟空。这句话出自北宋子阳真人的诗集，在《西游记》第1章的最后也出现了这句话。人生下来的时候就像一张白纸，没有姓名也没有父累，但是随着人的不断长大，就有了很多的枷锁和烦恼了。所以人生的修行不仅仅是要放下外物，还需要在生活的积累当中去领略更多的人生道理。有个故事很有意思，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说有一天有一个人找到一个画师，去画师那里求一幅画。这个画师呢，随手就递给他一张白纸。这个人呢，就一脸懵，这白纸不是糊弄我吗？画师就解释说，这画上有一只羊正在吃草。这个人一听更生气了，说，哼，草在哪里，羊又在哪里？你在逗我吗？没想到那个画师是个挺有意思的人，笑着说，草被羊吃光了，羊呢吃完草当然也就走开了，所以你在画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说完呢，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。这段话看起来好像蛮荒诞的，但仔细想想却会让人有些感悟。就比如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，生来就好像是一张白纸，是每天的生活各种遭遇、各种经历为我们的生命涂上了各种各样的色彩。但是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呢，是不是也很像画上的色彩褪去颜色了呢？好像这张生命的纸又只剩下一片空白了。那么既然来也是空，走也是空，人最终都是归于死亡，那么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呢？《大话西游》这部电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。在《大话西游》当中呢，至尊宝还没有变成孙悟空的时候，他的世界是那么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唐僧要放弃安逸的生活，要吃尽苦头去西天取经。可是唐僧却坚定地告诉他，等你明白了舍身取义的道理，你自然会回来，生又何哀，死又何苦。当时的至尊宝当然不懂唐僧说这些话的意思了。不过在至尊宝经历了很多的爱恨情仇之后，他开始顿悟人生。他放下了对情爱的执着，戴上了紧箍咒，拿起了金箍棒，成为了孙悟空，陪着手无缚鸡之力的唐僧一起踏上了取经之路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至尊宝的路，在人生路上不断的去修自己的心，去学着肩负责任，也去历经9981难，去领略人生路上更多美妙的风景。我们再来聊聊关于这个空字，其实呢也有很多中国的处世哲学在其中。现代社会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比较繁忙，上班的日子呢好像多少有些憋屈，能有多一些时间给自己给家人成了很多人的愿望。记得曾经有个人在辞职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他的辞职理由是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这句话曾经刷爆网络，这句话为什么引起广泛的共鸣呢？主要就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，内心很少有空的时候。宋代慧开禅师写过这样的诗，说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，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现在很多人恰恰做不到这样，心里想的事情特别多，工作生活各种事情填满了我们的内心，所以呢，就算拥有了好工作、大房子、高收入，也还是经常觉得心里面有很多不开心的事，心事重重。
记得小时候经常家人朋友大家很快乐的聚在一起，大家来往很多，但现在呢，人们总说太忙了没时间，有时候亲人朋友们想一起吃个饭都很长时间聚不起来。其实呢，时间还是一天24小时，只不过现在的时间呢是越来越碎片化了，不但公事繁忙，家事琐碎，而且各种电子产品，各种碎片化的信息填满了大家的时间。比如一拿起这个电子产品，半小时1小时就这么悄悄地溜走了，大家又怎么会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？其实世界很大，仔细想想，生活不应该只是这些内容，不应该只是赚钱花钱，我们也应该有时间去抬眼看看，也许都会发现天高云阔。当我们放下片刻的繁忙，心不再盯着工作业绩，不再紧盯着升职加薪，不再为孩子的作业升学等等这些事烦恼，那么我们的心会清静很多，我们的世界也会更空阔。所以一个空字其实蕴含着多少生活哲学。还有说到这个空字呢，还有一种生活智慧，就是要把得失看得空一些。金刚经有这样的话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人生的贫穷富贵和名利得失都是过眼云烟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一点，会发现真的所有的外物不过是梦幻一场，转瞬即逝。人生得意的时候呢，人可能会感觉哇，如沐春风，呼朋引伴的；失意的时候会感觉到孤单无助，朋友也没有那么多了，走投无路，冷风嗖嗖的。但人生就是这样的，得意的日子很容易过，失意的日子呢却很难摆正心态，真的做到比较放得下，比较洒脱。东汉时期有个人叫颜光，他的人生呢很能给我们启发。颜光不知名，但他有个学弟名气特别大，叫刘秀。当时呢，颜光比刘秀还聪明还优秀呢，而且据说他们2个人都一起喜欢上了当时著名的美女阴丽华。结果后来刘秀做了东汉的开国皇帝，还娶了大美女阴丽华，颜光呢却始终是默默无闻。刘秀很欣赏颜光，他当皇帝之后多次请颜光出去做官，颜光都推辞了。后来有一次，刘秀又邀请颜光到宫里去叙旧。刘秀问颜光说，我比过去怎么样呢？颜光回答说，你比过去稍微有点变化。2个人聊完之后，还像读书的时候一样睡一张床。颜光睡熟了之后，就把脚放在这个刘秀的肚子上。第2天呢，太史上奏说有客星冲犯了帝座。刘秀说，是我的老朋友颜光睡觉压了我的肚子罢了。说完哈哈大笑。颜光这样的好心态，让他不管面对着多大的地位悬殊，始终都能够摆正自己的心态，始终都能够从容自得。他活了80多岁，这在古代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他没有觉得自己不如别人，也没有悲悲戚戚自怨自艾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自己的人生和朋友的人生，这是特别了不起的心态。可以说正是他活得空明，才有滋有味的活了80年。我们谁又能说他的人生就比皇帝刘秀的差呢？所以说人生各有各的际遇，如果总把名利看得太重，就很难真的收获快乐。仔细去品味悟空这2个字，的确会让人们感受到人真的要悟空一些。悟空并不是4大皆空，而是修一颗清净的心，去快乐的生活，把所有的杂念都放走，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像温情啊、友爱啊、感动啊这些美好都融入到我们的心中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了。节目最后也请大家帮忙点赞、评论和转发分享给更多朋友。我是宁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